罐头室温放3年不坏，跟防腐剂没有关系。台湾的法规明文规定，罐头一律禁止使用防腐剂。这一支影片就是要把这件事从头讲清楚。你家厨房柜子最底层那一罐，不管是青鱼、玉米还是肉酱，翻出来一看，有效期限居然还有2年，心里第一个念头大概就是这一定加了很多防腐剂吧？答案是没有，真正让它撑住的是罐子边缘那一圈你天天看到却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再加上另外2道关卡。而且更关键的一件事是，你手上的开罐器一转下去，那1秒钟这3道关卡全部失效。先把但书讲在最前面，这样后面的话才站得住。台湾的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里面，防腐剂那一类的品项下面都会附一条规定，罐头一律禁止使用防腐剂。但是同一条后面还接了一句，因原料加工或制造技术关系，必须加入者应事先申请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核准后使得使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原则是禁止，例外要事先报备核准。所以严格讲，不是100%绝对不可能有，而是不准自己想加就加，要先过主管机关那一关。这一点必须先讲明白，我不想给你一个听起来很爽但是不完整的答案。那为什么罐头工厂不需要靠防腐剂？因为防腐剂的工作是在食物里面已经有细菌、霉菌的情况下去压制它们，拖住它们，不让它们长那么快。罐头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罐头厂的想法很简单，我先把里面能繁殖的东西全部杀光，再把罐子封到连一只细菌都钻不进去。那我还需要压制谁？没有对手就不需要压制的药，这是观念上最大的差别。防腐剂是踩刹车，罐头是根本不让车子上路。所以罐头能撑3年，靠的是3道关卡。第1道是密封，第2道是商业灭菌，第3道是室温保存。前2道关卡是绑在一起的，密封破了，杀菌就白做，杀菌没做透，密封也挡不住里面自己长出来的东西。而正因为这2道都成立，第3件事才会成立，就是它可以放在室温。而标题跟封面上我一直用那一圈那一招在代称的东西，就是第1道关卡。现在把答案讲出来，它叫做2重卷封。2重卷封是什么？你拿一个空的铁罐起来，摸罐子的上缘，你会摸到一圈凸起来硬硬的环，像是一道小小的堤防，那一圈就是2重卷封。它的做法是这样，罐身的上缘本来有一圈向外翻出去的凸圆，罐盖的边缘有一圈向下弯进来的钩边。封罐机工作的时候，第1道滚轮先把罐盖的钩边跟罐身的凸圆互相勾在一起，像2只手互相勾住手指。第2道滚轮再压下去，把已经勾好的部分整个压紧、压扁、压实。因为滚了2次，所以叫2重卷封。2重就是2道的意思。压完之后，那一圈的断面不是1层金属，是罐盖跟罐身互相折叠咬合的5层金属，而且5层中间还夹了一圈事先涂上去的密封胶。这一圈胶在压合的时候会被挤进金属与金属的缝隙里，把最后那一点点微小的空隙填满。所以真正阻挡外面世界的不是罐子的铁有多厚，是这一圈5层金属加一圈胶，整罐食物的命就挂在这一圈上面。这也是为什么卷封做坏了整批都要报废，不是这一罐坏就丢这一罐，而是这一个时段生产的全部拉下来。原因很现实，卷封做坏你从外面看不出来，罐子还是那个罐子，外表漂漂亮亮，你摸也摸不出差别。可是里面的5层结构如果没有咬紧，就会留下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细缝。这条细缝平常不会怎么样，可是罐头在杀菌之后有一个冷却的过程，罐内的压力会往下掉，变成负压。这时候外面的冷却水就会被吸进去，冷却水里面只要带着一点点微生物，就等于直接把细菌送进一个温暖、潮湿、营养满满的环境里。放着放着，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在架子上看到的就是一颗膨起来的罐头。正因为看不出来，法规就用制度去补。低酸性罐头食品制造、调配、加工之场所及设施卫生标准里面有一条规定，金属罐的卷封外观检查必须由受过训练、合格的人员来执行，而且检查的间隔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你把这条规定翻成白话就是，工厂不能封完一整天才回头抽验，每半个小时就要有一个懂的人实际去看
去量那一圈卷封做的对不对。除了看外观，正规工厂还会定时把罐子剖开，量卷封的厚度、长度、叠接率这些数字。叠接率讲白话就是罐盖那个钩跟罐身那个钩互相咬进去的部分占了多长，咬得够深才算合格。这种事光用眼睛看是看不准的，一定要剖开，拿量具去量，量出来的数字不对，就要马上停线调机器，把上一段时间做的那一批全部拦下来。法规定30分钟这个间隔，讲的就是万一真的出事，最多也只赔掉半小时的产量。讲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罐头这个东西的安全是建立在一个很无情的逻辑上面。它不像冰箱，冰箱只要冷度够，食物撑几天算几天，中间出点小状况还有补救空间。罐头是全有或全无，密封成功，它就在室温下安安稳稳放好几年；密封失败，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中间没有灰色地带。所以整个罐头产业对卷封的要求严格到一般人难以想象。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讲，因为它跟你在家判断好坏直接有关。罐头在封盖之前有一道工序叫脱气，就是把罐子里多余的空气先赶出去，通常是加热或是用蒸汽把顶部的空气挤掉，然后趁热马上封起来。等罐子冷下来，里面的水蒸气凝结，就形成一个负压的状态。这个负压有2个好处，一个是减少氧气，里面的油脂比较不容易氧化走位；另一个好处对你很实用，因为里面是负压，罐盖会被外面的大气压力往内吸，所以正常的罐头，罐盖摸起来是平的或微微凹进去的。一旦里面有东西在产气，压力翻正，罐盖就会被顶起来，你按下去会感觉到弹性，甚至会听到啵一声。这就是为什么摸罐盖这个动作真的有用。接下来是第2道关卡，商业灭菌。这个名词听起来很硬，其实它有很明确的定义。卫福部食药署的最终灭菌作业指导手册里面写得很清楚，商业灭菌是指杀菌之后，在正常的商业驻运与没有冷藏的条件下，不会有微生物繁殖，而且没有有害活性的微生物存在。你注意这个定义的2个重点，一个是不会繁殖，一个是没有有害的活菌。这里要澄清一个很多人搞错的地方，商业灭菌不等于实验室里那种完全无菌，完全无菌是连一个孢子都不留，那个标准做下去，食物会被煮成一坨完全没办法吃的东西。商业灭菌讲的是食物上的安全，把所有会让人生病、会让食物腐败的微生物杀到不会再繁殖的程度，剩下极少数耐热到不像话，但是在罐头那个环境里根本长不起来的东西，就让它待着。这是安全跟口感之间拉出来的一条线。那要煮到什么程度才算数？这就要讲到罐头厂最在意的一个数字，杀菌值。我用厨房的比喻，你马上就懂。你在家里蒸一锅肉，锅子边缘的肉早就熟透了，可是最中间那一块还是红的。罐头厂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们不管罐子外面热得多快，他们只盯着整罐食物里面热得最慢的那一个点，这个点叫最冷点，通常是在罐子的几何中心附近，只要最冷点都够了，其他地方一定更够。杀菌值的算法是这样定的，罐头的最冷点达到摄氏 121.1 度，也就是华氏250度，并且持续1分钟，就记为杀菌值1。如果一个制程做到杀菌值 5.5， 意思就是等于在摄氏121度那个温度下维持了 5.5 分钟的杀菌效果。低酸性的罐头食品，像是肉类、鱼类、玉米、蘑菇这一类，杀菌值就必须拉到足够高。实际上要多少，是由各厂依照自己的产品去做热穿透试验定出来的。同样是鱼罐头，罐子大小不一样，汤汁多寡不一样，鱼肉塞得松还是紧，热传到中心的速度就不一样，时间当然也不会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罐头一定要进高压的杀菌釜，因为在一般大气压力下，水只能烧到100度，怎么煮都到不了121度，要靠加压把水的沸点推上去。为什么标准要定得这么硬？因为有一个对手叫肉毒杆菌，这种细菌本身怕热，可是它会形成孢子，孢子非常耐热，而且它最喜欢的环境刚好就是罐头里面那种没有氧气、不酸又温暖的地方。它产生的毒素是自然界毒性最强的物质之一，所以商业灭菌的制程有一个底线，必须把肉毒杆菌孢子的数量降低 99.9%， 1999以上。这个数字换算起来，就是原本有100万个，最后不能剩下超过1个。这条线不是厂商自己定爽的，
是全世界罐头业共同的安全门槛。也因为要对付它，罐头才会分成2种走法。像番茄、凤梨、水果这一类本身就很酸的食品，肉毒杆菌在酸性环境里长不起来，所以杀菌温度可以低一点，时间可以短一点，做出来的口感也比较好。相反的，鱼、肉、玉米这种不酸的低酸性食品，就非得走高温高压那一条路不可。这也顺便解释了一件事，为什么鱼罐头里的鱼骨头会软到用筷子一压就散掉？那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去软化，是高温高压长时间把骨头里的胶原蛋白煮化了。同样的道理，罐头里怕热的维生素，像是维生素丙跟部分乙群，确实会在这个过程中损失掉一部分，这是罐头要付的代价。第3道关卡，室温保存。很多人以为罐头放冰箱比较安全，其实方向搞反了。前面2关做完，罐子里面已经是一个没有活菌，也进不去新细菌的密闭小世界。冷不冷根本不是重点，罐头真正怕的不是热，是坏掉的密封。所以在家里怎么放，你只要抓3个原则。第一，不要放在太热的地方，例如瓦斯炉旁边、热水器附近，夏天晒得到太阳的阳台，长期高温会加速里面的品质变化，颜色、味道都会走味。第二，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例如水槽底下那一格，潮湿不会让细菌钻进去，可是会让罐子从外面生锈，锈到最后把铁石穿，密封就破了。第三，不要叠得太高，不要摔，罐子摔到地上，看起来只是凹一个角，可是如果那一下刚好凹在卷封那一圈上，这一罐就报销了。这里要补一个例外，不然你会被搞混。你在卖场的冷藏柜里，偶尔会看到有些罐装或是铝箔包装的肉品，包装上明明白白写着需冷藏，那种东西虽然长得像罐头，但是它走的不是高温高压那一套，它用的是比较温和的杀菌方式，目的是保住口感，代价就是里面没有做到商业灭菌的程度，所以必须靠低温帮忙撑着。判断方法很简单，不要看它长什么样子，去看包装上写的保存方式，写室温保存的就照室温放，写需冷藏的，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进冰箱，放在柜子里放1个下午都不行。还有一件事要讲清楚，3年不坏指的是在密封完好的前提下，罐头上面标的有效期限多数是品质的期限，不是安全的悬崖。过期1天不会突然变成毒药，但是也不代表可以无限期放下去。时间拉长，罐内的酸性物质会慢慢跟罐壁作用，口感、颜色、风味都会往下走。所以家里的存粮要有一个习惯，新买的放后面，旧的往前面推，先进先出，不要让同一罐在柜子最底层躺5年。然后就是那个最重要的转折，你把开罐器一转，或是拉环一拉，那1秒钟，前面讲的3道关卡全部同时失效，密封破了，空气进去了，空气里的微生物跟着进去了，室温保存的前提也不成立了。从那1秒开始，这一罐东西的身份变了，它不再是罐头，它就是一盘煮熟的菜。你会把一盘煮熟的鱼放在餐桌上2天不管吗？不会。那开过的罐头也一样，开过之后怎么处理？讲3个具体做法。第一，吃不完的倒出来换到有盖子的玻璃或塑胶保鲜盒里，不要连罐子直接冰，因为罐子被开罐器切开的那一圈边缘镀层已经破坏了，长时间接触空气跟汤汁容易产生金属味，切口也很利，翻找的时候容易割手。第二，冰进冷藏，并且尽快吃完，通常抓1到2天之内，不要放到周末再说。第三，汤汁不要倒掉，再回冲生水，也不要用吃过的筷子在罐子里翻搅之后又冰起来，那等于直接把口水里的细菌接种进去。讲完原理，接下来讲实测。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在2020年7月的选择月刊第525期测试了46款罐头鱼，包含青鱼、沙丁鱼跟尾鱼，售价从 7.8 港元到149港元都有。这里我要先说清楚，这是2020年香港市场上抽验到的样本，不能直接拿来讲台湾现在架上的产品是什么状况。两边的货源、法规上限、抽验时间都不一样。我讲这一段的重点不是吓你，是让你知道要看哪些地方。结果是这样，全部46款样本都检出金属污染物，这一点其实不意外，海洋里本来就有这些东西，鱼吃下去就会累积，重点在于含量高不高。其中12款检出多氯联苯，另外有2款沙丁鱼的镉含量超出香港在2018年修订的上限。这几项是环境累积型的污染物，
跟工厂做得好不好没有直接关系，跟鱼的种类、体型大小、海域关系比较大。一般来说，体型越大，活越久的鱼累积的越多。比较值得一般家庭注意的是钠，这次测试有12款达到高钠水平，也就是每100公克超过600毫克钠。更明显的是7款青鱼罐头全部都属于高钠，而含钠最低的一款尾鱼每100公克只有47毫克。你看这个差距，同样是鱼罐头，光是最低的这一款跟高钠的那条线比起来就差了10几倍。这件事的启示很简单，罐头不是一整类食物，它是一款一款分开看的，同样叫鱼罐头，咸度可以天差地远。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钠这件事要放在心上。如果你本身有血压的问题，或是医师交代过要控制钠的摄取，那么罐头的汤汁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盐多半溶在汤汁里，有些人会把汤汁沥掉再吃，或是先用开水稍微冲一下，这样做确实会少掉一部分钠，但也会一起冲掉一些水溶性的营养。到底适不适合你，你一天可以吃多少，这种事我没办法在影片里替你决定。你要拿自己的检查报告去跟医师或营养师讨论，不要自己凭感觉加减。再来讲钙，这一段我要把不同的数字并排放给你看，不下定论。第一组，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史泽一良提过一个说法，连骨头一起吃的鱼罐头，有机会吃到比新鲜青鱼多43倍的钙质，还有 1.3 倍的欧米伽3。第二组，市面上另外流传的数字是青鱼罐头每100公克大约260毫克钙，是生青鱼的20到37倍。第三组是刚刚那个香港的实测，钙含量最高的一款青鱼罐头大约每100公克910毫克，一款沙丁鱼罐头大约850毫克。你会发现这3组数字彼此打架，43倍、20到37倍，还有910毫克，都不太起来。原因不难理解，第一，比较的基准不一样，有的是跟生青鱼比，有的是跟煮过的比，生的鱼含水量高，换算出来的倍数自然不同。第二，产品本身差很多，连骨的跟去骨的差非常多，钙主要在骨头里，去了骨就少了一大块。第三，抽验的样本不同，不同厂、不同鱼种、不同做法，本来就会有几倍的落差。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听到几十倍这种说法的时候，先问一句，跟什么比，哪一款产品？倍数是拿来吸引注意力的，真正能参考的是每100公克有多少毫克，而且要看那一罐的标示。至于这些钙你吸收得了多少，对你的骨头有没有帮助，那是另一个问题，要看你整体吃了什么，身体状况又是怎样，不是看一个倍数就能回答的。我在影片里也没办法替你判断，顺便把2个很常见的误会一起解掉。第一个误会是罐头都没有营养，这句话对一半，怕热的维生素确实会少掉一部分，前面讲过了。可是蛋白质、钙、镁、铁这些矿物质不怕热，该有的还在，而且鱼罐头用的鱼多半是补上来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厂处理，反而不会像放在摊子上好几个小时的鱼那样一路流失。第二个误会是罐头一定要再煮过才安全，不用，前面讲的商业灭菌就是为了让你打开就能吃，罐头里的东西早就熟了，你要加热是为了好吃，为了配饭，不是为了消毒。真的要注意的反而是加热的方式，不要把整个没开的铁罐直接丢进电锅或微波炉加热，密封的罐子受热内压会上升，是有风险的，要加热先倒出来再说。那实际上怎么挑，给你4个看得懂也做得到的判断点。第一，翻到背面看营养标示的钠，不要看每份，要看每100公克，这样不同罐才能公平比较，超过600毫克就算是偏咸的那一类。第二，看是不是连骨的，想补到钙就要挑骨头可以一起吃的产品，去骨的鱼肉罐头钙含量会低很多。第三，看汤汁是什么，水煮的通常钠跟油脂都比较单纯，番茄汁的会多一点，糖跟钠、油脂的热量会明显往上跳。同一个牌子的同一种鱼，光是换汤汁，数字就完全不一样。第四，看成分表的长度，成分越单纯的，通常就是鱼、水、盐这几样，一目了然。还有一个问题，常常有人问，罐头里的盐是不是拿来防腐的？在罐头这个做法里，盐的角色主要是调味跟帮忙定型，让鱼肉的口感结实一点，味道进得去。
真正负责保存的是前面那2关，不是盐。所以你会看到市面上有标榜减钠、无添加盐的水煮罐头，一样可以在室温放好几年，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反过来说，家里自己用盐腌、自己装罐、自己封口的东西，跟工厂的罐头是两回事。家庭没有高压杀菌釜，做不到那个温度。如果又把东西泡在油里，或是密封起来放在室温，刚好造出一个没有氧气的环境，那就是风险最高的做法。真的想自己做，就放冰箱，尽快吃完，不要学工厂那一套。最后顺便讲存粮这件事，这对家里有长辈的家庭特别实用。罐头是很好的防灾存粮，因为它不用电，不用冷藏，打开就能吃。建议你买回来的当天，就用油性笔在罐盖上写下购买的月份，字写大一点，老花眼也看得到。柜子里固定留几罐当备用粮，然后每隔几个月就把最旧的那几罐拿出来煮掉，再补新的进去，这叫滚动式的存粮。东西一直在换，永远不会有一罐在角落躺到过期发锈，这比买一堆放着不动，等到真的要用才发现全过期，实在多了。最后讲什么时候该直接丢，这一段我要特别说明罐头外观出问题的处置建议，实际做法还是要以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开的卫教说明为准。我这边讲的是业界跟卫教资料上最常提醒的原则，不是我自己下的判断。原则有这几条：罐盖或罐底鼓起来，按下去会弹回来的，不要吃，这通常代表里面有东西在产气，罐身严重变形，特别是凹陷刚好压在罐缘那一圈卷封上的，不要吃，因为密封可能已经破了。罐子生锈，生到会渗、会漏，或是锈斑，一擦就掉屑，露出底下，不要吃。打开的瞬间有喷溅、有异常的气体冲出来，或是闻到酸败、腐臭的味道，不要吃。内容物颜色明显不对，有粘液、有霉点的，不要吃。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只要你心里有一丝犹豫，就丢。一罐罐头几十块钱，跟一趟急诊比起来，这个账很好算。所以整件事讲到底就是一句话：罐头能在室温放3年，靠的是罐缘那一圈2重卷封，把外面的世界挡在门外；靠的是高压杀菌釜，把里面该杀的都杀干净；靠的是这2件事同时成立。它跟防腐剂无关，法规本来就禁止，例外要事先核准。今天你听完，回家可以立刻做2件事。第一件，把柜子最底层的罐头全部翻出来，一罐一罐用手摸罐盖跟罐底，看看有没有鼓起来，看看罐缘那一圈有没有被撞凹，有问题的直接丢，没问题的把日期近的往前排。第二件，下次买罐头的时候多花10秒钟翻到背面，看一眼每100公克的钠。这2个动作不花钱不花力气，却是你对这一柜子存粮最实在的把关。